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6月10号，星期三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。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经济重启难，增长动力消耗殆尽。我们主要是想把今天的这个经济数据和过去3个月来的经济重启的情况进行一个总结。那么先说数据啊，那么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.4%，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10%， 非食品价格上涨 0.4%。那么5月份消费品价格指数环比，我们刚才讲的全是同比，同比呢就是这个月和去年同期相比叫同比，环比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月跟上个月比啊。那么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 0.8%， 食品价格下降 3.5%， 非食品价格持平，消费品价格下降 1.2%， 服务价格持平啊。那么大家如果看这个图，就可以明显的看到，这个从1月份开始啊，1月份的价格是最顶峰，然后一直下来，现在是 2.4 啊 2.4。那么同比，这就叫同比，同比通常是跟去年同期进行对比。为什么要跟去年同期？因为通常就是去掉跟去年同期比就没有季节性因素。你比如说有一些季节性因素影响，你比如说过年有的时候在1月份，有的时候在2月份，那么就叫季节性因素。那么如果同比没有这些季节性因素，那么就能够反映它的变化啊，反映变化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出厂价啊，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跌 3.7% 啊，环比下降 0.4%。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就是进货价同比下降 5%， 环比下降 1.2% 啊。那么进货价格下跌的幅度更大，就是 5%。那么出厂价等于工业品的出厂价是下降 3.7% 啊 3.7%。那我们评价一下这两个数据啊。消费品价格下降，就是基本上就是像我们讲的是物价啊，物价下降啊，物价下降，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因素，就是整个物价里面基本上是肉类价格的上涨，差不多占整个上涨的 90% 以上。那么说明什么？说明就是除了肉类价格，就主要是因为猪肉由于猪瘟导致供应不足。那么今年的猪肉价格还有大幅度上升啊，它就占到整个物价的 90%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把肉类价格、食品价格刨掉这个因素，中国没有物价上涨，就是没有通胀。那么一般来说，我们讲在中国，如果低于 3% 的物价上涨，基本上就不算严重通货，就是不算通货膨胀啊。如果刨掉这个猪肉的因素，基本上中国没有通胀啊，这是一个基本判断。那么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工业品出现了什么呢？通缩，物价持续下跌啊。你看哈，这个出厂价从2月都不算，我们刨掉3、4、5 3个月都是，3月份是跌 1.5%， 4月份是跌 3.1%， 啊，5月份就跌 3.7%， 啊，这是出厂价啊，出厂价。那么进货价啊，进货价是什么？就是它来货的价格啊，来货价格是
3月份是负的跌 1.6%， 4月份是负的 3.5%， 5月份就跌到 5% 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在整个的工业品这个领域出现了通缩啊，出现了通缩的原因是什么？出现了通缩的原因就是因为需求非常的弱啊，需求非常的弱，工业品出厂价就一直在跌啊。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数据，你就可以看出来，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数据已经到了，它就已经编不过去了啊，编不过去。你想一下，你出厂价在下跌，那你的利润怎么会上升呢？会改善呢？它现在是4月份工业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是4781亿，同比下降 4.3%啊，那么比3月份大幅收窄，3月份回升了30个点啊，回升了30个点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想一下，出厂价在下跌，你怎么可能利润在回升呢？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？而且你的出厂价格是持续在下跌，这是一头。另外还有一头，就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还在 50.6， 你这不开国际玩笑吗？你工业品的出厂价都出现通缩了，你怎么可能你的采购经理指数还在50以上呢？这已经就是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已经编不过去了啊，编不过去。我们通过这两个数据啊，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。什么判断？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就是需求不足，需求严重不足，才会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。就是一方面物价是零增长，基本上因为猪肉的因素是非市场因素啊，非市场因素，所以基本上物价这一头是零增长，出厂价在下跌，而且在持续下跌啊，持续下跌，工业品的出厂价在持续下跌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内部需求不足，外部需求不足。那么整个需求不足，导致整个经济运行就会出状况啊。中国刘鹤上台之后做了一项改革，叫供给侧改革啊，我改了啊，我学会了啊，供给侧改革。供给侧改革其实不是问题的根本，问题的根本是需求侧啊。经济呢是两头，一头是供应，一头是需求啊。因为有需求才有供应，所以呢，但是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？最关键的地方在需求。他所谓的供给侧改革，其实讲到底是什么？讲到底就是扩大国企的垄断地位，就是把这个基本上把私营企业赶出了第一产业啊，第一产业基本上看不到私企了，国企基本上在垄断第一产业，垄断第一产业原材料全部在国企手上啊，所以为什么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越来越弱的原因，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供给侧改革。供给侧改革从这次疫情你就可以看出来，这次疫情反应比较慢，原因在哪里？为什么口罩会那么慢？口罩的供应上来的慢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喷绒布啊，喷绒布呢，做口罩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材料就是喷绒布啊，这个喷绒布它是带静电的，它是整个口罩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配件。这个从哪里来？从化工厂。国企的化工厂还是慢，反应慢，所以整个的口罩的产业上来就都慢啊。但在这个领域有没有私企？已经没有私企了，已经没有私营企业了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供给侧改革啊，实际上就是改革的倒退。好，他改了半天没改需求，
需求是什么？需求就是市场的体制。那么这一头呢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在整个的运行当中，中国经济现行的经济运行当中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需求不足。当需求一不足，所有的生意都做不起来。中共最擅长什么？控制需求。控制需求他很擅长，因为他一直供给不足。为什么一直供给不足？原因是生产效率非常低。生产效率非常低，他就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。他满足不到市场的需要，就怎么办？就控制需求。最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粮票。粮食生产不足，他才发粮票。发粮票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控制需求。中共很擅长干的。肥皂票就是肥皂供应不足，就控制需求。但是他最不擅长的事情是什么？刺激需求啊，不会刺激需求，我也不懂得怎么刺激需求。那么为什么？因为需求一直很大，他一直供不应求。但现在现在经济不行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刺激需求的手段没有啊。好，那我们分析原因啊，原因其中有2个原因啊，外部需求不足，当然是因为欧美国家疫情还没有过去啊。那么虽然欧洲现在疫情基本上结束啊，美国跟加拿大啊，北美这块疫情也基本上接近尾声，但经济重启是需要时间的。中国是从3月份开始啊重启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。这3个月期间啊，虽然3月份在赶之前的订单，但是3月份开始，欧美国家开始出现疫情，所以实际上中国经济出口需求是从4月份开始出现断崖式的下跌，非常多的外贸企业从4月份开始停工停产，放工人回家，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。那么4月份开始，外部需求就不足了。中国的外贸行业有多少人就业？2亿人，中国有2亿人，整个的外贸环节大概是2亿人。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？这2亿的人的就业是有问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出口基本上非常的差啊，非常的差啊。那么这一头啊，这是一头。那么2亿人的就业啊，应该有非常多的失业的情况是在这个环节。内部需求不足，内部需求不足的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失业率非常高，经济不景气，大家都没钱的情况怎么办？减少消费，所以内部需求不足，其中一个是市场不足。第二个不足原因是什么？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政府没钱了。在中国的整个的市场当中，政府消费占一大块啊，很多人是做政府生意的，政府财政困难导致它的政府的支出不足，导致整个市场需求不足。好，你看内部需求不足，外部需求不足，整个经济就运行不畅。那么政府好，5月份开完两会开完，开始动起来了啊，这次开始动起来了。那么这一次政府的财政的力度有多大啊？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。财政赤字3.76万亿啊，那么赤字率达到3.6%以上啊，这是不对的，这个数据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其实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已经超过10%，其实赤字率已经超过10%。为什么？我把这个数据一算你就知道，地方政府的专项债3.75万亿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啊，也就是把这个加在一起，政府债券的规模已经达到多少？8.51万亿啊，8.51万亿。中国去年的 GDP 应该是100万亿。那么理论上来说，就是中国的赤字率应该达到了将近9%，这是个有点危险的数据，因为它很多数字
它不放到财政预算里面去，政府还有一个从结余和稳定基金里面再调了3万亿出来。政府这次呢，就是整个两会结束以后，政府手上大概应该有11万亿的财政资源啊，财政资源去解决现在的财政困难啊，现在的财政困难。那么这个钱花到哪里去呢？其中有2万5千亿是减费降税啊，降税减费啊。那么其中包括多少呢？ 1.6 万亿的社保费。那么这一块，那我刚才讲过啊，中国的财政困难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就是县级政府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运作，于是呢，他从什么呢？他从这个新增加的，我刚才讲财政赤字3.76万亿里面拿出1万亿来，再加上新增加的特别国债1万亿，总共是2万亿。2万亿拨到哪里去？拨给地方政府，而且不经过省政府，直接拨到县政府去，就是解决现在县政府的财政困难。这是一头啊，这是一头。那么现在的整体的形势是什么形势啊？大概我总结了几条啊，第一，需求没起来；第二，政府财政困难；第三，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倒闭；第四，由于中小企业倒闭，大量的人口在失业啊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啊，由于需求不足，那么市场主体主要是企业啊，越来越不活跃，它没办法活跃，因为没有需求。打开门说是做生意，没有生意怎么弄？那么实际上现在大量的企业是处于破产的边缘啊，就是该倒的已经倒了一批了啊，最先出来，因为成本压力很大，怎么办？经济重启，打开门赶紧做生意。打开门，其实一个企业一打开门就全是成本，你要是没有现金流回来，那就是要倒闭的。所以已经倒了一批了啊，倒了一批。那么现在还有很多企业在苦苦支撑。这是那我们整个的大势啊怎么看？那整个经济的大势是个什么情况？整个经济大势现在的情况是，中国经济现在在谷底啊，在谷底。那么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三个死亡交叉啊，碰到一起来。什么叫死亡交叉？第一个，经济增长周期开始往下走，这是第一个死亡交叉。我们讲从2018年开始，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什么存量时代，增量时代正式结束了。从2018年开始，为什么？过去20年，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，它已经通过各种投资啊，各种规模的投资，它已经把现有的需求提前满足了。所以原来是0，所以才需求很多很大啊，永远都有需求。然后现在已经变成1了啊，由1变成2，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啊。原来的问题是，原来中国经济是解决什么？解决0的问题，有没有的问题啊？从 A 到 B 要修一条高速公路，原来是0，现在是修一条，现在已经有2条了，你要不要修第3条的问题啊？所以中国经济由0到1变成了1到2或者1到 1.5 的问题，这经济增长就是开始放缓。所以从2018年中国经济进入这个存量时代，经济增长就完全的就走出了以前高增长的时代，进入低增长的时代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疫情啊，疫情持续，今年疫情对中国经济打击非常大啊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现在疫苗还没出来，
所谓疫情的防控手段其实是不能完全撤除的，就是说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现在的影响仍然在，不是完全没有的啊，不是完全没有的。所以第一季度啊，中国的经济受到疫情的冲击，现在开始重启啊，重启效果不好啊，这就是第二个死亡交叉，就疫情对经济的冲击。第三个政治因素啊，政治因素讲的是什么因素呢？第一个外部因素，中美交恶引发的中美贸易战，这是一头；另外一头，中国由于疫情的问题和西方国家翻脸啊，也翻脸了，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空前的恶化。那么这种政治影响，外部因素的影响，令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了状况，这个会影响中国的出口，这是一头。另外一头，中国由于内外经济的状况，包括它政治形态、意识形态上的取向，它政治上急剧的收缩啊，就是它政治上的左转，它加强了对国民的人身控制等等，对经济都是一个收缩效果。所以政治因素，所以我们讲周期、疫情、政治这三个死亡交叉碰在一起，中国经济现在就在低谷啊。那么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可以起来？我觉得这会在中国经济未来在低谷会持续很长时间。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，我不认为外部需求会那么快的恢复啊。从目前的判断来看，美国经济应该可以出现 V 型反弹，这个没有疑问。但是中美贸易战这件事情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中美之间的交恶，中国很难在美国经济反弹上获得什么好处，有好处也不会给你。我认为大概是这样。欧洲经济重启的情况，是个什么情况？我不掌握。但是我觉得整个的外部的需求没有那么快的反弹，对中国来说，这是一头。另外一头，政府的财政困难导致它什么呢？你看我刚才讲，政府组织了11万亿去解决它现在政府正常运行的问题。中国政府的正常运行的问题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过去10几年经济状况非常好，政府把这个政府的规模扩得非常的大啊，它的事权很大，它是一个全能性的政府。那么你要维持一个这么大的政府，当然要非常多的资源啊。你经济持续上涨的时候没问题，但你经济回落的时候，支撑不了，就是现有的财政收入支撑不了这么大规模的政府。那么你无非是两个办法，第一个收缩啊，收缩他不愿意，为什么？你要做一个全能性的政府，你怎么能收缩呢？收缩不了的，很多事情收缩不来的。它是一个点支撑一个面，你把这个点一撤，这个面就塌了，所以收缩不来。那就怎么办？继续举债。其实你看哈，它的财政困难，它的办法不是大规模的收缩政府，它是大规模的举债。大规模的举债的后果是什么？大规模的举债的后果非常严重。为什么？你想一下，现在经济这么虚弱，需求非常的疲弱，你应该什么？政府去举债，债是从哪里来的？债是从市场上来的。就是说，你把市场上的资源拢了一大堆，拢到政府上去。你拢到政府这边来，你不是说我拢到这边来，我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刺激经济，它不是，它是来救急的。这一救急不要紧，市场上没钱了，你把市场钱搂走了，
你拿去养人头去了，那这个后果很严重，那市场资源就跑到政府那边去了，政府是最没效率的，而且它是养人头，它还不是做投资，那你整个的增长动力就出问题了。我们且不说今年两会在5月份开，对中国经济已经影响非常大。为什么？你政府，中国现在它整个的经济运转是围绕着政府展开的，你政府拖了半年才开两会，你现在才开始动，实际上对今年的经济打击是很大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结果今年两会一开，经济增长指标又没有，我怎么做预算？地方政府找不着北了。一方面地方政府找不着北，第二方面地方政府也没有钱，它只是养人头，只是维持而已。那政府这一头推动力，对经济的推动力你基本上看不见了，它就是活着，解决活着的问题。政府动力没有了，私营企业的动力有吗？也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共产党搞左那一套东西，就把这个私营企业主给吓得够呛，是吗？私营企业主天天提心吊胆，共产党哪天今天给你在你这安排个党委，弄个书记来，明天又在那喊不忘初心，要搞社会主义，要这个国企的主渠道作用，这私营企业有这么大动力吗？私营企业现在跑都来不及。好，外资企业中美贸易战一打，疫情一来，中国跟西方关系一翻脸，外资企业在跑。你看政府的动力没有了，企业的动力没有了，那动力哪里来？那增长动力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增长动力消失殆尽，原因就在这里。那你没有增长动力，然后政府又把市场的资源搂走，搜刮光了，那你这个市场会怎么样？长期处于低位，就是原因就在这里。抱歉。所以目前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？企业挣扎在生死的边缘。从企业来说，企业就是在生死的边缘中挣扎，这是企业的情况。政府先维持着活着，能发工资就不错了，想干什么事情就看看再说吧。也因为你现在中央政府连经济增长指标都没有，我干啥？我都没啥好干的了，这是一头。还有一个重点项目，所谓的重点项目就是去年前年定下来的这个投资项目，专项债，拿着专项债去维持它的开工就好了。所以实际上你现在在报纸上也好，媒体上看，国内的报纸和媒体上看到全是骗人的假象啊，说经济处于这个在低谷，在谷底上挣扎，中国经济目前就是在谷底挣扎，就是大家只解决活着的问题，增长的问题不要谈，发展的问题更不要说。所以我经常讲，外界看中国60%是假象，现在你看在中国经济这个领域80%假象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房价也没有跌，股市还很平稳，说明政府控制力很强。好吧，就算你对，好吗？就算你对，好吧？好吧，我们今天大概就对3个月以来，3月1号开始，中国经济开始重启啊，重启到现在已经3个月的时间。3个月的时间中国经济重启效果非常差，中国经济仍然在谷底挣扎，还没爬起来，也看不到爬起来的迹象啊。好吧，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啊。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环节。进入互动环节之前例行公事，请大家点赞，请新来的网友订阅，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。
我在这里特别的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就是 YouTube 平台啊，它限流，其实我不大在乎它对我们进行限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网友还是非常的喜欢我们的节目的啊，我们的订阅的网友啊，所以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订阅的网友，他们就是重复看我们的节目，频率非常高。他现在很恶劣的情况，就是 YouTube 平台非常恶劣的情况是什么呢？它不仅仅限流啊，限流就是外面的人看，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订阅大部分是我们订阅的网友看。它不仅仅限流，它还冻结我们的统计数据，这是非常恶劣的啊，非常恶劣的。因为它冻结我们的统计数据是什么呢？我们统计数据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利润，就是 YouTube 跟平台有一个契约，这个契约是什么？我做节目，你去拉广告，然后呢，你刨掉这个分成，你刨掉你的成本，广告大家分，你刨掉一部分是你的成本，一部分是你的利润，剩下给我们分一点。YouTuber 呢就靠这个呢能够得到一些广告费用。现在他的非常恶劣的做法是什么？他把我们的这个数据冻结，明明你有几万个，他冻结不让你增长，不让你增长呢，你就没有分成的这个收入。但是他广告还继续播哦，大家在外面所有的网友在看的时候是正常的，他就干这种事情。这种事情就非常恶劣啊，非常恶劣。就是为什么？因为他在打击这些 YouTuber。你说之前你限流，你觉得这个题目你不喜欢这个题目，你限制给别人看，你有你的目的。但是这个冻结统计数据这件事情呢，就有道德问题，这是个道德问题，就是违反商业道德。也违反我们之间的合约啊，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，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讲。而且我现在呢，在推特上面我会公布这件事情。我们已经过去一个星期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。昨天我们2个视频2个直播节目都碰到这2个情况。那么过去一个星期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，过去1个月以来就开始发生这种情况。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，我在这里严重的抗议啊，严重抗议啊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就进入这个互动啊。进入互动呢，我还要提醒一下，这个 YouTube 真是非常关照我们啊。那么很多的网友都被无端端的这个取消了订阅啊，他们叫洗粉。最近洗粉的情况非常严重啊，所以请大家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我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啊？然后呢，请大家尽量的多的来关注我们的 YouTube 的账号跟脸书的账号啊。那么多一点人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，那我们的节目就会有更强的特色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抵抗现在的这种限流啊、统计数据啊等等这些的一个办法吧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只是想做一个有良知的、有温度的节目而已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在美国还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啊！一个灯塔之国啊，一个这样的公众的平台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而且谷歌号称不作恶，可是你可以看到，在中文的 YouTube 上面，谷歌在作恶啊，谷歌在作恶。所以请大家继续支持我啊，我们要继续把这个节目做好。我不会妥协，我也不会变成祥林嫂，我会继续做，而且我要越做越好才行，否则怎么对得起大家支持我，好吧？好，现在明谢 Philip Y 谢谢啊，王老师辛苦了啊。Kowloon City 谢谢，张涛谢谢，江新云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。
提问王先生，纳粹的本质和共产党本质有什么区别？还是相同意识形态下的两种不同表现？他们的本质有什么区别？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，我只知道他们的共性。他们有两个共性，第一个共性就是他们的理念很相似啊，什么相似？就是要改造人类啊，就是要改造人类。他们的理念是很相似的，就是要改造人类啊，就是你们得听我的，我得做一个，我要对人类进行一个更好的安排啊，这就是第一个理念，第一个相同，理念相同。第二个相同就是没有底线，是手段相同，就是没有底线的手段去实现他的理念。他们共性就这两个，区别我就没有看，我没有认真的分析他们的区别，你们告诉我一下他们有什么区别好吗？提问：国内消费需求的限制性因素是人均可支配收入，也就是说收入是约束内需的因素，却不是驱动内需的因素。驱动内需主要因素是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，这些预期根植于法治、公平、自由市场经济程度等等因素。即使假设收入不变，当前人们对未来预期收入呈悲观态势，内需也难以激活。请教王老师，这是否正确？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啊，这是正确。但是现在中国内部的需求有两个非正常性的因素，一个非正常因素是疫情导致所有的人的收入下降啊，这个没有疑问的啊，所有人实际上口袋里是没有钱的啊，那么或者是钱减少啊，所以他可支配的收入是减少了的啊，这是对需求有很大的影响，这是第一头。为什么我们讲中国在疫情的处置的问题上有重大的失误？原因在哪里？当疫情结束的时候，大家发现口袋里的钱少了，他就会减少消费，而且他发现他的公司没了，你还敢消费吗？不敢消费。当大家都发现经济情况没有原来好的，大家都会自动的减少消费，所以他的需求在减少啊。有客观原因，有主观原因。客观原因就是大家真的钱少了，还有很多人工作都没有了，这更减少。所以客观的情况就是疫情导致的这个消费能力的下降，这是第一头。第二头，你想一下，那么多单位都在倒闭，那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怎么样？大家对未来预期肯定是悲观的。你刚才讲的什么法治啊、公平啊、自由啊等等，那是更长远的事情，眼前的事情直接就导致这个消费者对未来预期的悲观，所以他也会减少消费啊，这都是正常的一个反应。那么如果说未来经济想往上走，你看我一直讲美国的做法是对的。美国的做法是什么？美国做法就是帮助中小企业发工资，然后给老百姓发钱，直升机撒钱，所谓的直升飞机撒钱。它解决什么问题？它第一，解决中小企业不要倒闭，中小企业保住中小企业不倒闭，结果是什么？当它经济重启的，它会微型反弹。为什么会微型反弹？大家口袋里有钱啊，你看餐厅一开都是满的，为什么？憋了好久了，兜里还有钱，前面还有工作，他为什么不消费？他一定会消费，美国人一定是冲出去吃饭的，所以他一定是微型反弹。但是中国反弹不起来的原因是什么？中国没有救中小企业，也没给大家发钱，1分钱都没发，总共发了20个亿给那些特困户，老百姓没有收到一张支票，结果是什么？大家就不消费呗。所以为什么中国经济起不来？重启起不来的原因在
起不来原因在这里啊。情况，单位通知下周二去单位领端午节福利，本次福利购买贫困县的产品是上级给学校下达的扶贫任务200万，要求6月12号之前完成。这次福利320元是把下学期剩下的2次福利合并到一次购买发放，国家扶贫，百姓买单。情况，王老师说的情况我深有感触。我在长三角做超市行业，每周都要去无锡一个食品批发市场进货，那个市场正常10点后进去要堵很久，更别想找到停车位，可见多么繁忙。今年疫情过后，市场重新开放，前2个月跟年前一样繁忙，还看见很多入行的生面孔。然而从半个月前，我发现人越来越少，甚至看见几个连续的空车位，目测进货的商家少了1/3，就是这种情况。就是什么情况？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，就是经济重启，第一波开门营业的人已经倒在路上了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说很繁忙，经济一开始重启非常繁忙，堵很久啊。重新开放就刚开始2个月很繁忙啊，特别是3月份很繁忙。那么4月份就应该是开始慢慢的回落了。那么最近半个月，那就是前面2波已经死了2波了。那么你就现在的情况就是越来越少啊，少了1/3啊。情况现在乡镇十字路口都有交警在罚款了，可见当地政府多么缺钱。情况，坐标南京，我是上市公司员工，公司属于较好的上市公司，今天发薪水砍 38.5%， 估计坏情况只是开始，一直看老师的节目，因此有心理准备。 OK。 提问，王先生，政府财赤高了有什么问题？会有什么连带影响？那通常来说，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，它有一些风险。当你财政赤字过高的时候，你财政有就是叫什么说，有还债的风险压力啊，反正还债的压力。以前叫拉美化，其实所谓的拉美化是什么问题？就是财政赤字的问题，就是花钱花冒了。你后面呢，每年的很多财政收入都是拿去还利息的。大概中国，我认为大概未来中国有一段时间会面对这个问题，就是财政赤字越来越高。他现在是什么哈？中国就是骗自己骗别人啊。他是这样的，政府财政预算里面有一个赤字，然后呢，在这个预算之外呢，他再发一个专项债，不记到赤字里面去，其实那就是赤字，然后再发一个什么鬼债也不算到赤字里面去。所以呢，你看刚才我们讲财政赤字只有 3.75 万亿，但实际上政府举债举了多少亿？8.75 万亿，中间多了5万亿，你想一下这差多少？所以他说我们财政赤字只有3点几，其实不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实际上他的债务已经超过这3点几，他有 8.5 万亿，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，所以我说中国的情况，你看到的 60% 是假的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你打4折、3、4折就对了啊，就是你把这情况严重坏的情况乘以3，好的情况打3折，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情形啊。它为什么会有什么连带影响？那影响很大的，因为你现在这叫寅吃卯粮，吃着你到后面就还不过来了，还不过来会怎么样？还不过来就会通货膨胀的，就是你用其他的办法使劲的发行货币就通货膨胀。所以经济拉美化就是2个后果，第一个财政崩溃，第2个通货膨胀，就这2个后果，没有别的后果。
中国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债务直冲天际。我们上个节目专门讲过这个债务问题，中国债务问题非常的严重了，现在特别是企业领域，企业债其中核心的是国企，其实国企的债归根结底是政府的债。为什么？他的儿子借的债其实是这个家庭的所有的债嘛，是不是？提问：中共的债务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债务？你这问题不对，中共没有债务，中共没有借过钱，中共没有借过钱啊。观点：从投资、消费、出口来看，在疫情之前，这三驾马车已经跑不动了。在疫情之后，投资、政府，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高企，而且政府投资已经达到边际效应，铁公鸡投资收益降低，消费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均匀，金字塔型的社会大多数人收入和消费能力低，再加上几年家庭部门负债急剧上升，使得国内整体消费能力低。三、出口在疫情和中美贸易战双重打击下也是急剧下降。这些在王老师之前很多期节目都提及啊。请问王先生，香港国安法会不会暂停推行？不好说，各种猜测都有啊，我没有内幕消息。他没有在这次18号到20号的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当中啊，他会不会在这次人大常委会放到议程当中去，故意骗大家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但是如果是正常情况，是这次人大常委会不讨论这个议案，那也就是等下一次再讨论，或者是他正在看一下大家的反应是怎样。有很多的意思，肯定有一条他不放进去，或者不明的放进去是故意的，不是，他是有意图的，不是一不小心没放进去，不是的，他故意这么干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也许是想看一下外界的反应是怎样，也许是想把这个问题放一放，看看西方国家会做什么动作。因为现在英美已经开始联手对付他啊，他有点压力有点大。那最终会是什么样？不知道，我们看着吧，反正时间也不长。就我们现在今天是9号、10号、18号，那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可以看到啊，不着急啊。观点：房价没跌，一是信息封锁，二是中国人对房产抗通胀的迷信。很多人觉得经济会越来越差，觉得买房抗通胀是唯一的选择。三是洗脑宣传，股市、房市都会升。同意。信息封锁很重要啊。你就房价有没有涨有没有跌，你很简单，你就去打电话去给中介，打3通电话，找3个不同的中介打电话给他们，你分别假扮买家和卖家，看他是帮你还是帮卖家。就假如你打电话，你是以买房作为身份去打电话给中介，你看他怎么说啊？你很快就知道房价是涨了还是跌了。我跟你讲，大体上是这样，一线城市，你想卖掉那套房，你得至少把价格放低一定的幅度吧，多少我不说了，好吗？会有人骂我的啊。所以到底房价涨还是跌，不要看报纸上说什么，打电话给中介就知道了。情况，刚才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国内3、4月份发放了大约几十亿的消费券，这些消费券基本上没有使用。消费券是骗人的，骗人的。什么叫骗人的？你发现金，拿着现金去消费，这才对有帮助。你拿着消费券，你得花100送100，你可以花100搭着100送，才有用。
他的连那100块钱都没有，你的消费券怎么会有用？所以这不是骗人的嘛啊！观点王先生低估北美左派 YouTube、Twitter 这种严重左倾的平台对右派 channel 甚至中立的 channel 打击是一直有，而且随着大选将近越来越厉害。我不是左派，我也不是中立，我是专业的新闻媒体啊，所以我不是低估，这跟左不左派没有关系啊，跟左派没有关系，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被渗透，这就是渗透啊，他被人控制了，被中共控制了，不是什么左派右派的问题啊。观点多可笑，一个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，共产党却不给这些最穷苦的人的帮助啊。提问：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统治的必然结果，还是习近平个人性格和野心导致的？如果当初是类似江和胡性格的人上台，会不会完全不一样？不好说啊，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啊。这还是那句话，你提这个问题呢，这就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起作用，你才会提这样的问题啊。所谓历史唯物主义，就是历史的进程都是必然啊，历史的进程都是必然，有若干个历史条件必然导致一个历史进程啊。那么我们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是有若干历史条件或社会条件推动的啊，这是唯物史观的看法啊。你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唯物史观的看法。但是根据我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啊，我觉得历史的偶然性也是非常大的啊，大部分的历史的进程都是很多偶然性决定，不是必然性决定啊。所以我对这个唯物史观我是持否定态度。所以你这个问题呢就问的不对，为什么问的不对？就是中共出现一个习近平不是历史的必然，不是说中共是这样的一个政党，所以就必然的会出现一个习近平这样的人啊。这种思维模式还是被中共洗脑的思维模式啊。中共出了一个习近平，就是出了一个习近平，没有必然性，没有必然性。就像中共出了个江泽民也没有必然性是一样。必然性是什么？必然性就是不可避免才叫必然性。历史进程没有必然性，都是偶然性。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我不回答假设性问题，就是假设现在胡还在位，或者假设江现在还在位，我们这种没意义，我们这种假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就是我重新回答整理一下，第一个，习在位，习上台，然后中共走到今天这一步，跟必然没有必然关系，跟必然性没有必然关系，这是我的回答。观点，王老师说历史的进程没有必然性，我的观点是可以理解成这些进程都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，有可预见的灰犀牛，也有不可预测的黑天鹅。这不是我的想法，发生了就是发生了，不是有若干个因素引导致它发生的，不是的啊，我们不可分析，就是它发生这件事情不可分析，或者说我们来讲习近平上台这件事情，你说有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，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，第三个原因是什么，这种分析没有任何意义和没有任何价值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打哪指哪，你一枪打到那个地方，然后你告诉我，你看我一枪打到这个地方，为什么会打到这个地方呢？因为我拿了一把这个枪，然后这里有堵墙，我指的这个方向啪打到那个地方，你觉得这有意义吗？
完全没有意义。这就是中共对我们的训练，这么多年就是这样思维的，中共就是这样思维的，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思维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其实不对的，这是不对，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对的。你啪一枪打过去，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果，没有什么原因，跟原因没有关系，这是一个进程啊，这个进程不可分析，这个进程不可分析，你可以分析结果或者分析影响。但是你这背后的进程你不可分析，你可分析能见到的这些因素都是没有意义的啊。观点留言里竟然有人说全世界经济都渣，中国算好的了，天啊，真的，中国经济稳中向好，长期乐观，你都不需要出来看啊，你可以一直在国内看。中国经济长期向好，稳中向好，长期乐观，一直官方媒体最后就是这两句话，就是中国经济稳中向好，长期乐观。所以除了这个以外，你可以其他东西都不用看了，是吗？情况刚刚看到头条作者群发布消息，禁止发布时政新闻、突发事件报道，评论都不行。言论管控非常严厉，言论管控非常严厉啊。情况有媒体报道，博纳影业集团副总裁黄卫跳楼轻生，全国各地仍然有很多家影院未收到复工通知，这距离1月23号影院闭店已经过去130余天，那是很惨。情况打卡深圳，我之前在一家公司投了点钱，他们的计划是2022年香港上市，我心里有数，打水漂了。可是跟身边的投资人聊天，大家都信心满满，都憧憬2年后摇身一变，身家100倍。我说现在的经济情况，他们觉得我想多了啊，好吧。纳粹和共产政权的区别之一，前者反人类是赤裸裸的，比如屠杀犹太人，后者更具有伪装和欺骗性。没有啊，也是赤裸裸的，也是赤裸裸的，按比例杀人不赤裸裸的，加边沟不赤裸裸的，文革不赤裸裸的，都一样赤裸裸的，没有区别啊。情况今晚黎智英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谈，当被问到川普政府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措施时，他的回答其实还有更好的一个办法，就直接制裁中共高管在海外资产和家属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当然可以这么干啊，这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啊。观点消费券，这不是个笑话吗？北京消费券，京东领60元吃饭券，北京政府发的，60还分3张，一张10块，一张20，一张30，分别消费50元、100元、150元才可以用，还只有部分餐厅收这些券，还不如饿了么 APP 打折多呢。情况，王先生，西班牙经济基础重启，餐厅酒吧可以堂食，7月份开始接待外国游客，虽然疫情对经济有冲击，但是老百姓手里还是有钱，肯消费，政府补助也到位及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那欧洲还可以啊，欧洲还不错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啊。好，鸣谢一下曾明奇，谢谢，请美西跟王老师喝木栅的铁观音，谢谢。Little Lamb， 谢谢。Chloe M， 谢谢。李舒赖，谢谢。TG， 谢谢。非常感谢王老师关于美国战略的那一期。在银行工作的朋友说，2017年以后，明显莫名多了很多党务学习。溜溜，谢谢。张诗佳，谢谢。李诗红，谢谢。云在青天，水在平城，谢谢。Eagle X， 谢谢。报喜，个人感觉，在中国贸易威胁下，澳洲经济领先。在中国的贸易威胁下，澳洲经济领先美国强劲复苏。我在美国和澳洲都有小店，其中澳洲2个小店在武汉肺炎逐步解禁后，每日营业额翻了1倍有余。我的员工从早忙到晚，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报复性消费。当然前提是
做 local 生意，做华人生意的店普遍哀鸿遍野，卖店无数，至今都没有活过来的迹象。OK， 鱼子之子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参与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。再见之前，请大家点赞，请新来的网友订阅，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，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，做更好的自己。谢谢大家，点赞、分享视频，检查一下我们的订阅还在不在？谢谢哦。基法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